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网友投票给暑期4大 CP， 无路能逃占最多，杨紫诚意似乎在补数。今年暑期档市场竞争依旧激烈，星汉锦绣、神香乳粉、苍兰秘籍3部古木偶剧陆续上线，每一部都火爆，热度和口碑没有可比性，好像已经被认证为弹窗了。3部剧最大的看点就是男女主的感情走向，都是甜虐虐。吴磊和赵露思此前曾合作过古装剧《长歌行》，这次又是第2次合作上演 CP， 没想到火花这么大。影片的火爆也得益于吴磊和赵露思的 CP 感强，他们2个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王鹤棣走红后，网曝有交往6年的圈外女友，但为了该剧的宣传，王鹤棣与虞书欣并没有怎么刻意避嫌，光明磊落，并且公然让剧迷敲 CP， 可以说作品和现实的区别很开，大大方方的让人好感成倍增加。苍兰秘境的剧情也已经进行到最后，开始虐。目前剧在爱奇艺站热度排名第2，已经赶超爆款剧《人间》，下一期推广网站热度第1不是什么难事。而且该剧豆瓣评分也出来了，7.7分，这个分数在古偶剧中已经很高了，大部分都是4星5星，看剧就可以看出来会给好评。该节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豆瓣评分比下一个优酷独家神香乳粉评分要黑得多，后者只有 5.8 分，1星和5星的比例差不多。星汉锦绣豆瓣开分也是 7.6， 和苍兰绝招差不多。按照3部剧沉香乳粉热度最高，毕竟杨紫自己也是有流量的，和诚意之前的爆款剧琉璃加起来，这次2期杨紫也肯定是强联手，没想到在开分这首沉香乳粉居然垫底。最近的网友还投票给了暑期档的4大 CP， 得票率最高的是无路能逃，也就是吴磊和赵露思，第2位是德心万有引力，对应对王鹤棣和虞书欣来说，第3位是白月光，对应的是白敬亭和杨洋，占比最小的是易代子，对应的是诚意还有杨紫。从投票数据来看，参与投票的大部分是00后，所以吴磊和赵露思的呼声这么高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白敬亭和杨洋超越就有点过分了，牵强。2人只是录制综艺，同框画面很少，节目外的互动除了白敬亭的服装品牌给了杨超越1块，没有其他互动。但是无法从公司中获得最大收益的人数也略高于能够从公司中获得最佳收益的人数。樱原与燕坛的沉香乳粉相爱至死，天人间2人都难逃彼此的宿命，剧中的亲密戏份也更多。热播中，没想到这一对 CP 撞的人那么少。3部古装剧，杨紫和诚意线下联手营销也几乎没有次。在匆忙的线上直播中，杨紫之前还和很多男明星炒过 CP 感，比如肖战、李现等，所以这次那时候杨紫的粉丝尽量分清真人和作品，不敲真 CP， 或许对杨紫更好。从豆瓣评分来看，神香乳粉各方面都不如星汉锦绣、苍兰秘籍，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02为什么肖战的人气和流量都高得惊人，一出现，其他人都黯然失色，粉丝数不胜数。肖战一出现，其他的一切就黯然失色了。尽管肖战在冲锋陷阵，但他的知名度和流量依然高得惊人，粉丝也越来越多。为什么会这样？目前我终于明白了。肖战一直是媒体明星中的顶峰人物，他能做的简直太棒了。没有宣传，没有湿气，如果你不真正接受他，你就会意识到，成为肖战的粉丝后，你基本上就不会再在媒体上看不同的明星了。你的先决条件和指导方针，以及令人惊讶的是，你时尚的能力和洞察力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增强。为什么肖战的粉丝这么俗气？另外是解释，尽量不要指望肖战的粉丝会失去粉丝，这是不可理解的。要爬墙，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爬。除了肖战，其他人都离不开他，而且无论你是否失去粉丝，他们都不会降低他们的必需品。你的狂热者就像看到真正有吸引力的东西一样，在获取信息之后，你真的会喜欢那些你无论如何都可以做的事情吗？或者另一方面，必需品和指导方针会被归结为比以前更令人遗憾的东西吗？这是不可行的。
再者，喜欢肖战的人从根本上是棘手的，无休止的要求有特定追求的人。为什么肖战的大量粉丝都是社会精英，都是不可否认的优秀水平，有文化、有经验、有特定的文化地位高的人，而且非常有钱？这不是空穴来风。肖战每报道一次支持，粉丝们就可以到店外购买，续航时间可靠，购买力强项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最好的确认。那是因为很多喜欢肖战的人之前都没有进过粉丝圈，也没有追星过，要求很高，他们对媒体有偏见和自负，他们有专属的期待和很高的先决条件，没有明星能让他们喜欢上他们，所以在成为肖战的狂热粉丝之前，他们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追星。这种人不会失去他们的粉丝，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值得他们感兴趣的明星，可以满足他们的高要求和独特的要求。他们怎么可能有效地失去他们的粉丝？不管他们是否，他们都不会再看媒体了。再次回到路人的自我重要性和偏见，所以不要妄想变态、各式各样的小骗子以及贪得无厌的粉丝。他们是一群有趣的灵魂，他们是活生生的个体。活着的个体不是那么自然的控制。此外，粉丝不是基本角色，这不是你可以渴望的。肖战名气大、流量大、粉丝多的理由，就是肖战本人了不起。实力、能力、作品、外貌、身材、外貌、性格、能力、性格、信息、个人特征、内在发展都是一流的，异常的一尘不染，非常棒。能喜欢肖战的人，要么是一群极其挑剔、要求高的人，要么是成为肖战的信徒后，眼里没有其他人的人。第一类是一直没人看不起他们，不追星，不加入粉丝圈。后一种是在看到广阔的世界，看到比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认知更精彩的人之后，其他人再也不会小看他们了。感叹号！而且每次肖战的出现，都超越了自己独特的自我。你看到的肖战很棒，很棒。当你在未来见到他时，他会比你想象的更可取，更令人惊叹。不断打破你独特的洞察力和创造性思维，不断地给你带来惊喜和震撼，以及满满的风土人情。下面的肖战会更好，只有肖战自己才能战胜肖战。睥睨各大媒体，肖战的表现始终如一。他的粉丝可以没有他，但他们喜欢谁？此外，他充满了正能量。肖战把自己变成了一道光芒，闪闪发光。被光照亮和温暖的人不会毫无问题地离开。此外，这确实很好地说明了一切。你不能得到他的粉丝，除非你非常伟大的、特别一尘不染的那种能够不断超越认知和创造性思维的了不起的人。而且，当他出现在舞台上时，他的惊艳和精彩让人发自内心的呻吟。没有湿气和谎言，同样是个人内心深处需要亲近的人。03诚毅工作室抵制不良孩子，影响了诚毅的生活，也影响了团队的进步。不久前，诚毅工作室发出公告，抵制私生、代拍等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诚毅本人的生活，还影响了剧组的运行。由于粉丝窥探生活的行为，造成了很多的损失。许多的艺人都发布过抵制私生的公告，但是并没有任何的左右。大部分的私生还是内有改变，甚至觉得这是哥哥对他们的关注。年轻的偶像艺人都会有这种烦恼，不理智的粉丝会增加，想要了解偶像私下的生活，甚至臆想自己成为偶像的亲人。这样的想法日日扎根，会加重他们对偶像的想念，从而出现这种现象。诚毅主演的电视剧《琉璃》大火，从而成为新任偶像，许多的网友都被剧中他的吸引，因此成为他的粉丝。他的外貌出众，出演的电视剧也都是古偶、言情剧，这让很多的不理智粉丝有了想法，从而开始窥探他的生活。私生们觉得这是爱，但对于艺人来说，这是一种负担。他们进入房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拉上窗帘，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不敢大声说话，害怕有人在偷听，在私下生活也会变得小心翼翼。长江国际18楼是私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是重庆的著名景点。时代峰峻是偶像养成的公司，公司里的练习生都是小朋友，而这些小朋友的粉丝都是年纪比较小的，会存在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经常蹲守在楼下或者电梯里，试图了解孩子们的一举一动，甚至跟着他们，知道他们的住所。时代少年团是时代峰峻推出的第2代组合，刚出道时的平均年龄是15岁，小年纪已经训练了好几年。作为养成系的爱豆，他们的日常训练都会被记录下来，发布到平台上，让粉丝了解他们的训练日常。他们的记录仅限于训练时间，他们回家后就不会再记录。他们虽是公众人物，但他们更是父母的孩子，还是小朋友。但是粉丝们无止境的窥探，让他们没有了自由，跟车都只能算是小事。他们之前在采访中说过，家里的后院会进来一些小动物，而这些小动物就是私生饭。他们还改编了歌曲，在舞台上表演出来，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生气了，唱着唱着就不开心了，直接怒了。小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名气，公司会组织他们出去路演，这算是他们训练的一部分，可以锻炼他们的胆量。但随之名气的增加，他们不会再进行这类的活动。越往后的练习生们更加不会有这类的活动，也许他们还没有公开就被粉丝们发现了，粉丝的疯狂让他们只能隐藏自己的行踪。私生饭是粉丝群体内的特殊存在，说是粉丝，倒不如说是跟踪狂。艺人是一份工作，被网友们认识可以增加他们的知名度，可以增高价值，但是一直被打扰，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希望粉丝们可以冷静下来，不再窥探偶像的私生活。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